AirPods 4应该是这次苹果发布会更新最大的产品了。网上关于 AirPods 4音质和功能的介绍已经很多了。今天我和大家聊聊 AirPods 4降噪版这款半入耳式耳机在运动时候的推荐设置和佩戴体验。你的大牛可以啊！我自己的跑步习惯是每次1小时，路程大概10公里。跑步时候不带手机，只带 Apple Watch。AirPods 4直接连接手表，耳机开启自适应模式，对话感知，个性化音量。AirPods 4的自适应模式融合了主动降噪和通透模式，它会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音频效果。而且这次 iOS 18中增加了自定义自适应音频的设置，你可以根据自己所在的运动环境来选择多一些降噪或者少一些降噪。比如我自己主要的跑步路线会经过一条嘈杂的大马路和十字路口，接着就是一大片相对安静的公园，我会选择较多噪声，这样可以让自己听到更多的外界声音。在人行道跑步的时候，环境声就会变得很明显，也更安全。当有车经过的时候，可以听到车辆的轮胎噪声、喇叭声。如果周围人在说话，可以听到他们的对话内容，不过就比较小声了。跑步的时候可以听到自己的脚步声，虽然不是很明显，但留心的话还是可以听到的。遇到有大风的情况，如果耳机不播放音乐，风噪声会很明显，类似耳朵被蒙住，风吹在耳边的感觉。如果播放音乐的话，注意力会转移到音乐上，从而忽略风噪声。最后就是我跑步的地方离机场比较近，飞机飞过的低频噪声会格外的明显。主动降噪对于这种长波型的低频噪声完全不起作用。由于 AirPods 4从外形上看，感觉就是 AirPods Pro 拿掉了耳塞，于是我突发奇想，拿掉了 AirPods Pro 上面的耳塞，去试一下它的降噪。实际效果就是没有降噪，看来降噪的核心科技还得是耳塞。也说明了 AirPods 4在半入耳的耳机上做了特殊的降噪优化。在耳机的操作上，我会设置左右两边按住 AirPods 4耳柄时，在通透模式、自适应模式、降噪模式中切换。需要注意的是，在户外的环境中，各种模式的切换声不太好判断，特别是自适应模式提示音太小声，降噪和通透模式的提示音太接近了，降噪模式和自适应模式的听感上又差不多。如果你是初次使用，可能需要学习分辨一下。歌曲可以通过按一下耳柄暂停播放，按2下耳柄下一首，按3下耳柄上一首来进行选择。由于 AirPods 4不能像 AirPods Pro 那样可以通过滑动耳柄来调整音量大小，个性化音量可以学习你的收听偏好，再根据你所处的环境微调音量。如果运动过程中需要手动调整音量大小，你可以在体能训练向左滑动，切换正在播放的界面，旋转表冠去调整。AirPods 4的充电盒没有实体按键，正面敲击2下就可以和手机配对，成功配对后也会同步到手表上，手表就不需要再配对一次了。不过我在首次配对的时候碰到了耳机连接手表后播放音乐却断断续续的情况，重新开关手表的蓝牙就恢复正常了。开箱的时候遇到过，拍视频的时候又遇到过一次，不清楚是不是固件的问题。关于很多人吐槽的耳机不太好从耳机盒里拿出来的问题，这个是 AirPods 的通病。如果你的手容易出汗或者比较油，指尖用2只手指是不太方便从耳机盒里取出耳机的，可以试着用大拇指从旁边推一下耳机，让耳机冒出一点头来，就很好拿出来了。AirPods 4这次优化了外部造型，官方说更贴耳和舒适了。在1个小时的跑步中， AirPods 4的佩戴体验也有所不同。它的重量很轻，对于耳朵的冲刺感很小，存在感很低，整个运动过程中没有松动。如果说 AirPods Pro 的佩戴感觉是塞在耳朵里，开放式耳机是挂在耳朵上， AirPods 4的佩戴体验就是贴在耳朵上的感觉。以舒适度来说， AirPods 4和开放耳机都很不错， AirPods Pro 就相对差一点，不适合长时间的佩戴。在跑了半小时后，随着头部的出汗，这时候 AirPods 4就会有一种快要掉出来的感觉，你会不自觉的想用手去调整它的位置，在我的右耳会特别的明显。不过我试过，只要你忍住不去调整它的冲动，其实它是不会掉下来的。虽然 AirPods 4有 IP45 防尘、防汗、防水的能力，跑步中不用担心被雨水和汗水弄坏耳机，但是液体会让耳机表面变得更光滑。有一次跑步正好遇到下雨，在雨中耳机是可以正常播放音乐的，不过那种快要滑落的感觉就更明显了。AirPods Pro 和开放式耳机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关于 AirPods 4的续航，1个小时的运动时间，音量50%，自适应模式下消耗电量30%，左右耳机电量相差3%，降噪模式下消耗电量25%，左右耳机电量相差2%，通透模式下消耗电量25%，左右耳机电量相差3%，所有模式关闭的情况下消耗电量20%，左右耳机电量相差2%。
几种降噪模式中，自适应模式消耗的电量最多，应该是麦克风需要实时监测周边的环境噪声，让芯片去调整降噪等级所带来的电量消耗。整体来说，电池水平虽然不如 AirPods Pro， 但是应付日常1到2小时的运动绰绰有余。关于音质，我对它的期待不高，我想没人会在运动的时候听渡口吧。我自己主要听的是以对话为主的播客，或者节奏感和低音比较强的歌曲。整体的使用感觉，低音还算浑厚有力，中频的人声平淡如水。由于是半入耳的设计，没有耳塞，对比 AirPods Pro 声场上没有那么饱满，不过对比开放式耳机来得好。在一些稍微嘈杂的路面上，开放式耳机基本上就听不到在说啥了。AirPods 4在开了自适应后，还是能听清楚耳机里的声音。听感上 ，AirPods Pro 大于 AirPods 4，AirPods 4大于开放式耳机。如果想找一款平时通勤和运动都可以戴，但是又觉得入耳式耳机太闷的话 ，AirPods 4降噪版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折中选择。音质还可以，在同行中降噪的能力又最好。如果你戴不住 AirPods 4这种半入耳的，老是觉得快要掉出来，那就可以考虑开放式的耳机，音质上听个响，佩戴体验无敌。至于 AirPods Pro 这种入耳式的呢，就需要牺牲点佩戴舒适感和佩戴时长，它的适应场景还是最广泛，综合能力还是最强的。每个人的耳朵形状都不一样，入耳式、半入耳、开放式耳机并没有一款适合所有人的耳机，所以上面说的优缺点仅供参考，建议大家去店里试试，体验下实际的佩戴效果，在跳动的世界里找到你的频率。以上内容就是视频的全部了。如果你觉得这期的视频对你有帮助，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 Barry， 让我们下个视频见。